俄北方集团军副司令被炸，普京立刻报复，乌军从开战已阵亡170万。断章取义报道太离谱，普京持续轰炸乌克兰，美国工厂和波兰也遭殃，欧洲高层期望川普管普京，事情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接着往下看。乌克兰特种部队宣称，本月早些时候，在距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雷蒂斯克地区大约5公里的地方，他们用无人机炸了一辆车，将和北方集团军副司令阿巴切夫炸成了重伤。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也传出消息，20号晚到2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搞了场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个地区传出爆炸声。不管是乌军跑到俄罗斯境内轰炸俄军将领，还是俄军连夜展开空袭报复基辅，这动静比之前大了不少。到底是两边打上头了的临时起义，还是背后藏着更深的算计？先说库尔斯克州雷利斯克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从乌克兰特种部队放的视频里能看到，炸的地方离俄罗斯边境就5公里，在一条公路上，俄罗斯已经证实阿巴切夫正在军事医疗中心治伤，伤得重，但情况还算稳。要知道，北方集团军副司令管着俄乌边境好几个关键方向，这次被炸等于把俄军后方安保的窟窿给捅了出来。而这种专炸领导的事情最近不算新鲜，乌克兰在哈尔科夫扎布罗热反击的时候，已经用无人机炸了好几次俄军的指挥点了。不过和之前相比，俄罗斯这次的反应又快又狠。20号晚到21号凌晨的空袭，巡航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全用上了，而且专挑基辅的军工厂、弹药库、交通枢纽打。乌空军说是拦下来了一些，但居民区还是炸响了。乌克兰用试探俄罗斯的底线，俄罗斯报复回去，以保住自己的威慑力。要知道，库尔斯克这个地方，一头连俄罗斯本土，一头连顿巴斯，早就成了俄军画下的红线。乌克兰这次选在离边境5公里处的地方偷袭俄军高层，这不光是军事上动手，更像是对俄罗斯的挑衅。再往深了想，乌克兰能做到这一步，少不了美国的消息。毕竟光靠乌克兰的情报系统很难做到如此精确。特朗普政府虽然说不派地面部队，但给乌克兰的无人机、导弹技术支援就没断过。这种给一半留一半的支持，说白了就是给冲突升级留了个份儿。而普京这次的反应，都能看出来是在放信号，大规模炸基辅，既是报复乌克兰，也是表示俄罗斯的红线碰不得。而且这2件事情发生的时间也很有意思，正好是特朗普跟普京、泽连斯基以及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见面之后。美国当前正在十分积极地筹备俄乌元首会谈，结果在这个关键时候出了这档子事儿，不免让人怀疑俄乌还能继续谈下去吗？泽连斯基空袭后开了电视讲话，反攻得打到俄罗斯境内才算安全，这跟之前说的收回失地比，明显是升级了。现在的俄乌局势危险就危险在俄乌双方的报复好像形成了自动升级的模式。乌克兰要是接着搞突袭，锁定俄军高层，俄罗斯可能就会扩大轰炸乌克兰的范围。这回基辅的爆炸声和库尔斯克的袭击消息混在一起，说明俄乌冲突正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俄乌冲突打到现在，乌军已经损失170万人。据俄卫星通讯社消息，8月20号，俄罗斯一个黑客组织宣布入侵了乌军总参谋部数据库，并从中获得了大量乌克兰军队的信息资料，包括乌军士兵的军人证件、死亡证明和护照等等，确认截至目前乌军的总损失已经达到170万人。不出意外，很多人在看到俄黑客公布的这组数字，第一时间表示不信，嚷嚷着这是所谓的俄罗斯宣传。事实上，无论俄媒原文还是俄黑客组织的原话，都写得很清楚。乌军所谓的损失170万人，实际是指阵亡、受伤致残、失踪、逃跑和被俘等各种形式，失去战斗力、无法重返战场的总人数。结果到了某些媒体嘴里，却变成了乌军已经死亡170万人。其专业性甚至还不如印度媒体，毕竟这次印媒《经济时报》都知道，点名乌军损失的170万人是指阵亡和失踪的总人数。某些乌克兰和西方媒体天天复读的俄罗斯已经损失100万人也是这种套路。但凡有人能仔细一想，就知道这种宣传有多么不靠谱。如果俄罗斯真的已经阵亡100万大军，那么乌克兰早就应该打进莫斯科，而不是在顿涅茨克的红军城和俄军鏖战。当然，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其宣传必然都存在夸大之处，尤其是前线部队在经历如此高烈度的战争之下，双方的统计数据必然会存在丢失、失真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俄乌两国不同的国内情况，乌克兰统计数据失真的可能性其实更大一些。
比如此次俄黑客组织爆料的乌军已损失170万人，很可能是乌军总参谋部自行评估的数字。乌军真正的损失情况估计只能是个大概估计了。去年半岛电视台就曾指出过这一点，称仅在逃兵问题上，各家乌克兰媒体和西方媒体给出的数据截然不同。比如当时基辅邮报曾援引乌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文件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约有6万乌军逃兵已面临刑事指控，其中近一半案件是在2024年提起的。而英国《泰晤士报》同样也自称援引的乌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文件，但却表示，仅在2024年1月至9月期间，乌检察机关对 5.1 万逃兵提起诉讼。既然逃兵数据都存在不同说法，也就可想而知，乌克兰是否能精准掌握前线的损失。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正如前面所说，乌军总参谋部大致评估了一个损失数字，然后被俄黑客组织如获至宝一般曝光了出来，简直就是一场笑话。自从特朗普告诉泽连斯基俄乌可以边打边谈，普京这边就没什么好顾虑的了。这几天俄军连续对乌克兰发起空袭，炸毁了不少能源基础设施。对普京来说，谈判前尽可能摧毁乌军的战争潜力，可以在桌上拿到更多筹码。没想到泽连斯基团队里有个聪明人，只用一句话就把球踢到了特朗普脚下。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在俄军对乌克兰最近的一次袭击中，有一枚导弹击中了乌克兰西部的一家美国大型电子制造厂，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没有回应这个说法，白宫也未做评论。但瑟比加发布推文后，迅速得到欧洲各国领导人的关注和转发。同一时间，波兰外交部也声称，有一架军用无人机坠毁在波兰境内，引发剧烈爆炸，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震碎了附近建筑物的玻璃。巧不巧，经波兰军方现场调查，这架无人机也是俄军发射的。在之后，据英国媒体报道，欧洲国家希望特朗普在罗马尼亚空军基地部署 F-35，作为美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将显著提升乌克兰的防空水平。这一系列的新闻看下来，按说俄军对乌克兰全境的空袭已经是日常节目，能挑在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会面后才突然命中美国电子厂，打到波兰境内，这会是偶然事件吗？还是说这本身就是欧洲国家在幕后协调的，想用这样的方式给特朗普施加一些压力呢？当然，俄乌冲突这3年，俄军的空袭还真不是没出过意外。2022年11月，波兰政府宣称一枚俄军导弹打到该国境内，造成了人员伤亡。消息曝光后，全球震惊。正在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的拜登，凌晨被叫起来参加北约紧急会议。会上讨论的重点自然是波兰遇袭，北约要不要启动集体防御条款。当时欧洲国家的普遍意见是，哪怕不出兵，也要给俄罗斯一点颜色看看。结果没过多久，事态出现了神奇转折，这枚导弹居然是乌克兰发射的。据说拜登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骂了泽连斯基一顿。北约各国也撒摊子了，也是从这件事就能看出，乌克兰曾试图用这样的方法拖北约下场。现在美国总统换成了特朗普，他对乌克兰的支持显然远不如拜登，这就意味着乌克兰和欧洲必须付出成倍的努力，才能把美国留在战场上。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签矿产协议的时候，不是说过美国企业到了乌克兰，俄军就不敢轰炸了吗？现在美国工厂被炸了，特朗普你管不管呢？这起事件背后隐藏着冲突各方的很多算计，泽连斯基不甘心被抛弃，欧洲也不肯两手空空离场。随着俄乌潜在的谈判越来越近，类似的意外事件一定会大大增加，到时各方会做出什么反应，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的最终结局。今天的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